赵主管，这是我第10次过来了，流程我全按您说的补齐了，求您帮我把章盖了吧。急什么急？赶着去投胎啊？公司是你家开的吗？你想什么时候盖章就什么时候盖。学校那边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拿不到这个章，我4年的学位证就废了。拿不到证是你没本事，这3个月的原始打卡记录呢？我看不到你直属领导在每一页纸上的亲笔签字，怎么给你办？可是赵主管，您上周说只要江主管在汇总表上签个字就行，我也签了，怎么又要主页签？那是上周，现在的规矩变了，听不懂人话吗？真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都学了点什么，什么都不懂，只知道麻烦别人。你是没长脑子还是没长腿？连这点小事都跑不明白。我看你干脆退学得了，没弄好之前别在这儿杵着，都弄好了再来。这已经是不知道多少次了，每回他都能变出一个新的东西来卡我。赵姐谢了啊，改天让我大伯请你吃饭。小江客气了，郭经理交代的我还能不办好？慢走啊。江友在公司连1天班都没上过，凭什么盖这个章？赵姐，你要的所有签字、所有流程全部跑完，一个不差。弄这么多废纸过来，显摆你手脚勤快啊。这是你说必须补齐的材料，现在可以盖章了吧？真是不巧，今天盖不了。理由呢？老板刚把公章带走了，说是出去谈大生意。你呀，等下周再来吧。下周？截止日期就是这周5。赵爱，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在故意整我？那是你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哼，下个周5也是周5，慢走不送。爸，我的实习证明被人事部整整卡了1个月，后天学校的期限就截止了。我按照流程跑了10次，补了10几份材料，可他们还是不放，甚至撒谎说公章被你带走了。我知道了，下个月我会亲自重新优化公司的审批流程，这种权限过度集中的人事部架构必须彻底调整。爸，让你担心了，你身体不好，快休息吧，剩下的我自己处理就好了。我已经确认过了，公章此时此刻就在公司的保险柜里，老板从来没有带出去过。我可能记错了。先不管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卡我的流程，你背后受了谁的指示，或者收了谁的好处，我待会儿给你算总账。我现在急需用这个实习报告，赵主管，你现在立刻给我盖上。大家听听都听听，现在的小孩啊，谎话真是张口就来，连这种豪门戏码都演得有模有样。郑婷婷，你要真是老板女儿金枝玉叶的，那还需要屈尊来公司当个受气的小助理？你当这是拍电视剧呢？事实如何？盖了章你自然知道。少跟我装，公司有公司的流程，你的材料在我眼里就是不合规，我凭什么给你盖章？如果你是想借机骗走公章去做违法乱纪的事儿，损害公司利益，那谁来担这个责任？是你这个骗子，还是我这个负责人？我是通过3轮面试隐瞒身份进来的，赵爱不认识我也很正常。可身为 HR， 他也不该把职权当成羞辱人的筹码。这个实习证明，我今天必须要拿到。赵爱，你口口声声说我的材料不全不合规，那业务部门郭经理的侄子呢？他1天都没在公司上过班，连打卡记录都没有，凭什么他就能拿张 A4 纸往你桌上一放，你就能屁颠屁颠的给他盖章？这就是你所谓的公司流程，这就是你们人事部维护的规章制度。如果只是卡我一个人的流程，这些同事或许会当成职场常态糊弄过去，可现在那是赤裸裸的权力寻路，是藏私。你闭嘴，说话要讲证据，你这是造谣，是恶意诽谤。其实郑婷婷平时工作挺认真的，方案改了那么多遍，大家也看在眼里，只是想盖个实习证明而已。平时公司的公章谁都能用，赵爱给他盖上不就完了？至于闹成这样吗？你懂什么？不合规就是不合规。搞什么？艾姐平时对你们这么好，带奶茶带零食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有意见？现在你们吃里扒外，
非要站在一个快离职的实习生那边吗？实话告诉你吧，公章就在里面。既然在，那就请履行你的职责，现在就盖。盖章可以啊，不过你的同事评价表不对，只有你们本部门的人评分，这叫什么评价？按照公司的新规定，必须要有公司所有员工给出均分90以上的评价，我才能给你盖章。全公司均分90，赵主管，这公司几百号人，你让我一个个去找。郑婷婷，你该反省一下，是不是平时太自以为是，根本不会做人？看看现在，关键时刻连个肯帮你一把、替你说句话的人都没有。他说的容易，公司1/3的骨干上个月都被外派到省外去驻场了，下个月才能回来。他明明知道时间紧迫，却要求全员评价，我上哪儿去给他签这份评价表？这分明是想彻底断了我的路。郑婷婷，你怎么回事？全班就剩你一个人没交实习报告了，最后3天截止，没有报告就拿不到学位证，规矩你懂的，别怪学校不留情面。难道就要因为一个实习报告，让自己4年的努力付之东流？不，绝对不能。既然规矩这么严，那我想问问，郭经理侄子的评价表是不是也全员打分了？我可是天天在公司，却不记得给这么号人打过分。如果你非要拿这套规矩来卡我，行啊，那就请你现在就把他的评价表也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到底是谁签了字。如果拿不出来，那就现在立刻给我的实习报告盖章。看什么看？不用干活了。赵主管，你今天如果不解释清楚那个不坐岗就能盖章的规矩，大家恐怕都没心思干活了。谁知道辛苦3个月，最后是不是白干？哎，郭经理侄子不来都能盖，婷婷天天加班却被卡，这也太黑了。要是没个说法，这破公司待着还有什么意思？上班时间都在这儿吵什么？像什么样子？郑婷婷、赵爱，你们太不像话了，都嫌这份工作太清闲了是吧？来我办公室一趟。郭经理，人事部的一把手，前几次实习报告被赵爱打回来时，我还天真的找过他。婷婷啊，公司流程确实复杂，这是为了规范，你再好好弄一下。要是实在着急，我来帮你想办法，绝对不会让你错过期限的。想办法，这就是你想出来的办法？婷婷啊，你说你好端端的孩子，何必在大庭广众之下为难你爱姐？你这么一闹，场面弄得这么难看，你让赵主管以后怎么在其他同事面前开展工作？公司的威信还要不要了？郭经理，是他先……行了，今天我在这儿给你个台阶下，你先给爱姐道个歉，回去再简短的写一份道歉信，发在公司大群里，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态度。只要你态度诚恳，这事儿就这么过了。实习证的事儿咱们再商量。哎，郭经理，算了，我也不计较，孩子不懂事儿，当众认个错，我就按您的意思办。我算是彻底知道了，当初的老好人面具下藏着的是最烂的根，这2人根本就是蛇鼠一窝，在这里讲道理根本没有可能。郭经理，在让我道歉之前，你难道不想问问我为什么找他闹吗？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好好说，我整整找了赵爱12次，整整1个月，他编出几10个荒唐理由把我的实习证明打回来，难道就因为我不是你郭经理的侄子？他赵爱这公章就只能给不坐班的关系户盖，不能给我盖？郭经理，我爸就是这样让你管理公司的吗？你爸，郑总。郭经理，你也是有社会渊历的人了，怎么还会被这种实习生的小把戏骗到？
小把戏？他不就是知道郑总这2天正好生病在家休息，公司没人能求证吗？他恰好姓郑，就开始做梦浑水摸鱼了。他可只是个在校实习生，连份像样的简历都没有。郭经理，您信不信？要是你今天真的被下属给他盖了章，他马上就会拿着证明跑了，连头都不会回。也是，我差点被一个小孩给骗了。小小年纪不学好，小小年纪就学会招摇撞骗，这种人留着也是公司的祸害。你明天不用来了，赵爱，不用给他发什么实习证明了。这种品德败坏的实习生，直接走离职流程，越快越好。好嘞，郭经理，我办事您放心。刚才还说公章被老板带走了，现在这章怎么就冒出来了？还是热乎的。签吧，给自己留最后一点体面。我居然被自家公司开除了，被这2个蛀虫开除了。想让我签自愿离职，做梦！就算离职，也是你们公司违法辞退我。现在我要求你们立刻出示我实习不合格的书面报告，拿出证据，说明我为什么不能胜任工作，我跟进的哪一个项目没有达到交付要求，还是我有过甲方投诉记录。另外，该有的经济补偿，你们1分钱都别想少。想白嫖我的劳动力，还要往我头上扣屎盆子，你们还没那个本事。喂，妍妍，我这边实习遇到点小麻烦，你家公司能帮我盖个实习章吗？实习章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什么时候要？谢了，过2天我去拿。婷婷，实习快结束了，公司那边挺好的，大家对我都很照顾，我先上楼洗澡了。我不能让爸妈在这个时候担心，我倒要看看那些蛀虫到底能作死到什么地步。小 A， 我的东西呢？动作真快，连个水杯都没给我留下。阿姨，我的东西，谁让你收的？哎呦，这不是那个离职的小姑娘吗？那可以收拾啊。我没有离职，那是人事的赵爱跟我说的呀。她说你已经自愿离职了。这些破烂占着位置，让我赶紧拿走，当废品卖掉就行。说是省得放那儿占地方。这些不是废品。部门群，跟了3个月的项目群，甚至连个资料群都没给我留。赵爱这是想把事情做绝，彻底抹掉我在这里工作过的证据。婷婷，江源是公司的老手了，我跟他打个招呼，让他带带你。爸，别坏了规矩，我凭本事学。如果没有师傅，我也不会成长的这么快。只要师傅肯说句公道话，赵爱就没法只手遮天。请进。婷婷啊，坐吧。瞧我这记性，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听人事那边说你要离职了，想必是找到更好的选择了。外面的平台大，确实比咱这儿更适合你。昨天在人事部闹得翻天覆地，连隔壁楼恐怕都听到了。他作为1部的主管，只要不是聋子，
怎么可能不知道真相？江主管，我想你误会了，我是不会离职的。这3个月，我的业绩和考勤全公司有目共睹，我什么都没做错，为什么要离职？既然我还在岗，工作就得继续。我原以为他是那个清流，没想到江源也是个伪君子。这层师徒情分，原来在全市面前一文不值。江主管，赵爱和郭经理不想给我实习证明，还想逼我离职，我不会让他们得逞。只要我没在那份离职申请上签字，我就还是公司的一员。公司大群我可以不管，但是部门群和项目群，请你立刻把我拉回来，不要影响我的正常工作。郑婷婷，本来我还想给你留点面子，让你体面的走，没想到你这么不识抬举。你说这么多不就是想要公司赔偿吗？我可是你的直属上司，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就你这样的工作态度，早该辞退了。我的工作态度，你教我的第一天说的是……你少跟我废话！我告诉你，你倒不如现在认命，重新找个工作，说不定动作快点，还能赶上学校的截止期限。哼！我申请了1个月，他们说老板带走了，连公章的影子都没让我看到。原来那是留给你们互相分赃的工具。江源，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哼！不想干的人是你，你自己看看。这份表我已经邮件给公司人事部备案了，你工作态度恶劣，交代的所有任务从未达标。郑婷婷，公司辞退你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你1分钱赔偿都拿不到。任务从未完成，这3个月熬夜做出的项目书难道是鬼写的？本来我还挺看好你的，甚至前阵子郑总在私底下表扬过你，我差点还以为你跟老板真有什么关系。看来是我想多了，还能在这儿被我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扫地出门。自己收拾东西走人吧，要怪就怪你没长眼，得罪了郭经理。在这家公司，他让你滚，你就得滚。赵爱、郭林、江源，原来这3人是一丘之貉，一个卡章，一个分赃，一个打压。要不是我爸让我隐瞒身份，从基层做起，我还真看不到这些所谓的好员工背地里有多烂。知道了，公司迟早要交到你手上，你想怎么处理他们，爸爸都支持你。既然你们这些蛀虫把公司当成自己的提款机，那就没必要留着了。这个项目公司非常重视，大家要好好干。郑婷婷，谁让你进来的？滚出去！不好意思，会议暂停一下。人事部经理郭林、主管赵爱长期盗用公司公章谋私，并与业务部江源主管进行利益交换。从今天起，你们2个停职调查。看什么看？所有人都出去，立刻滚出去！郑婷婷，你算什么东西？拿一堆凭空捏造、不知从哪批出来的东西，就想停我的职？你疯了吧？就是，这肯定是你伪造的证据。哼，郑总这2天根本不在公司，你怎么会有他亲笔签字的停职调查表？说，你到底是从哪儿偷来的印章伪造的？保安，都死哪儿去了？会议室里有个疯子在闹事，马上过来把他给我赶出去！这份停职调查表是我爸亲手签发的，虽然我现在手里只是传过来的打印件，但正式流程已经在走了，几分钟后就会生效。郭经理，
您看这笔记，好像真的是老板的签名啊，要不……赵爱，你这么多年的班是不是白上了？只是一张图片而已，现在的技术，他随便从哪儿截个图 P 一下不就有了？你真是蠢到家了！女士，请你配合，不要增加我们的工作难度。郑婷婷，你刚才不是挺威风吗？不是要挺我的职吗？现在怎么像条落水狗一样趴在这儿，还愣着干什么？把这个满口谎言的疯女人丢出去！住手！我看谁敢动我女儿！爸爸，你怎么亲自过来了？我再不来，我的亲生女儿就要被人当众按在地上，赶出自家公司了。郑总，您看这事儿闹的，婷婷竟然真是您的千金。哎呀，您应该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啊，不然咱们也不至于把婷婷当成普通员工要求。估计是这孩子这段时间压力太大，才闹成这样。大水冲了龙王庙，都是误会，误会。哎呀，婷婷这孩子确实是不错，业务能力强，就是年纪到底还小，这抗压能力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说到底，也就因为我这阵子忙，给他盖章晚了几天，这孩子就委屈成这样。几句话就想把职场勒索、霸凌归结为我无理取闹泼脏水，真当我是3岁小孩。意思是，你们没有故意压婷婷的实习报告，也没有私下互相勾结，通过操控公章来操控公司的绩效考核？当然没有，郑总，我跟了你30年，30年啊，我的人品难道你还不清楚吗？郑哥，咱们是一个社团出来的亲师兄弟，当初我被裁员走投无路，是你拉了我一把，这份恩情我刻在骨子里啊，我是绝对不会背刺你的。才坐上经理位置几年，他就已经膨胀到忘了当初是怎么被微进的公司，竟然敢拿着父亲的信任在这指鹿为马。郑哥，师兄，我求你再看我一眼。你还记得那几年吗？我突然被老东家优化，老母亲正好重病住院，急等着手术费，孩子又要上补习班，要不是你当年二话不说借了我那10万块，又顶着压力让我来公司上班，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了。我们有30年的交情，30年啊！郑哥，你可以怀疑我的能力，但你绝不能质疑我对你的忠心。爸爸还是心软了，他这一生最恨的就是背叛，一旦坐实，向来切割得干干净净，半分贿赂不留。可郭林此刻却在这儿，妄图用过往的回忆把他拉回当年同吃一包泡面的日子。爸爸，郭林，如果你真的没问题，就接受婷婷的安排。郑哥，停职调查是目前还你清白的唯一方式。今天就这样。哥，既然这样，我接受公司的安排，清者自清，我这就回去交接。等等，今天的事儿才刚开了个头，郭经理，您这走的也太急了吧？你什么意思？我都已经答应了停职配合调查，你还想怎么样？你口口声声说我篡改绩效，那是子虚乌有的污蔑。人家江源主管的能力，全公司有目共睹，那是他应得的。况且你不也是江源手下徒弟吗？你现在这种行为是在欺师灭种。
甜甜姐，你要的东西我们找到了。虽然之前他们被赵爱威胁的不敢抬头，但在正义和自己的前途面前，他们还是选择了把消息发给我。我决定深挖到底的那一刻，网就已经撒出去了。郭经理，您看，清算的人这不就来了吗？甜甜姐，就在你进会议室之后，我们按照你的交代去了赵爱的工位，果然被我们找到了。这上面记录了赵爱每天见客人的排期，最近2个月，她每天至少见3个人。更恶心的是，每个名字后面都备注了金额，最低1000，多的一笔就是2000。那是我的私人财物，还给我！你们2个实习生凭什么乱动我东西？反了你们了！谁给你们的胆子？下个月工资扣200。赵爱平时在公司作威作福惯了，动不动就把扣工资挂在嘴边，仿佛这人事部就是执掌生杀大权的衙门。还给我！那只是我平时记录来访面试者的本子，那是工作记录。哦，记录面试者。那赵主管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样的面试者会在名字后面标注1000、2000的身价？你这是在面试，还是在明码标价卖公司的入职名额？记录的真详细啊，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江友，郭经理，这名字您听着不耳熟吗？我找我大伯郭林，我是他亲侄子，他让我来盖个实习章。哎呦，小江啊，小点声，跟我进来，快！拿好拿好，赶紧走，别让人瞧见。半个月前，郭经理你人不在，赵哀却慌里慌张的给那个连公司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的亲侄子盖了章。赵主管，这一单你又收了多少手续费？时间、地点、人物全都对上了。原本以为2人只是给亲戚开后门，可这一串串红色金额，简直是公然践踏公司规章。赵主管，这一行清清楚楚的江友2000元，你怎么解释？我不记得了，这就是个随手写的本子。我平时爱瞎涂瞎画，可能这就是个电话号码，或者我欠别人的钱，写完我就忘了。就是那个什么江友的人，我根本不认识。郑总，现在的大学生为了办假证，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赵哀肯定也是被那小子给骗了，那天根本就没给他盖章。这上面写的肯定是赵哀记录的骗子信息，这件事纯属误会。哦，是吗？所以你们的意思是，你们从来没有私自给郭林的侄儿盖过章，也绝对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过任何人的财物。我都说了，江友根本不是我侄儿，我们行得单坐得正，不可能收他的钱。老郑啊，你这丫头太胡闹了，别抓着莫须有的点不放。我套句心窝子话，现在把公司交他手上，迟早得完蛋。要我说，这孩子还是缺历练。咱们那些年都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打拼出来的，哪有一毕业就继承大公司的道理？这传出去，老员工们怎么想？让他进来吧，我倒要看看这2位劳苦功高的功臣能嘴硬到什么时候。请问谁是赵哀？你找错地方了，这里没有赵哀，赶紧走！我是赵哀，你是来盖章的吗？哎呦喂，可算找着你了！你们这公司地方真难找，大太阳的快热死我了。那个赵姐，我还顺便带了几个舍友的实习报告过来，一共3份，咱也是老客户介绍了，能打个招不？一共算我2500成不？要是办得快，回头我还有其他同学也需要，我都介绍给你，保准让你这公章天天冒火星。
老板，你误会了，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我真的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在这里信口雌黄，他是在血口喷人。你找错人了，听见没有？这里没有你要找的赵爱。你说的什么盖章什么生意，我根本听不懂。你赶紧滚出去！你个神经病，赶紧滚出去！你再不走，我就叫保安了。赵爱，你真当物业是你家开的，保安是你的私人打手，你想叫就叫。你干什么？想赖账？什么意思？微信定金我都转了，现在货送到了，你跟我说办不了，你他妈玩我呢？你们这到底谁说了算？到底谁才是赵哀？收钱的时候答应的痛快，现在想翻脸不认人，把老子的钱还回来！够了，吵什么吵？我是赵哀的领导，这件事是他工作失误，他收了你多少定金？300还是500？我个人现在就补给你，拿着钱马上给我离开。早这样不就结了？什么破公司，官架子比谁都大。甜甜姐，我算出来了，这个本子上记录的所有金额，我们刚才全部核对了一遍，一共是18万9千。18万9千，短短3个月，一个实习季，赵爱就靠这枚公章赚了快20万。这哪还是公司的公章，在你们手里，这简直是活脱脱的印钞机。不是的，老板，你听我解释，真的不是我想这么干的，都是郭经理，是他逼我这么做的。那些办假证的人全是他找来的，我只是个听命行事的下属，我只是帮他盖个章，钱也都是他拿大头，其余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是被逼的，我只是在他手底下混口饭吃的小职员。老板，您放过我吧，这事儿真的和我没关系。快20万的金额，一旦分摊下来，这两人谁也别想逃掉铁窗生涯。赵哀这种人，大难临头，当然只会保自己。郑哥，我承认我是一时糊涂，但我发誓，我跟这件事的核心真的没有关系，我完全是受了这女人的蛊惑呀！郑哥，你忘了吗？以前大学的时候，咱们穷得叮当响，大半夜你跑到我宿舍，咱们俩躲在被子里分吃一包泡面，连最后那点汤都要抢着喝，你记不记得？后来你打工赚了第一笔钱，第一顿就请我去了巷口那家烧烤摊，那是咱们吃过最香的一顿饭。郑哥，这么苦的日子咱们都是一起挺过来的，看在30年的交情份上，我是绝对不会背刺你的。爸爸现在心里一定无比煎熬。30年的交情，从一包泡面到整座写字楼，谁也不想被最好的朋友背叛，更没有人愿意亲手撕开这层温情的遮羞布。郭林，看在这么多年情分上，我最后再问你一次，这件事儿你到底参与了多少？郑哥，我真的完全不知情啊，都是赵爱这个女人背着我搞的小动作，我是被她蒙蔽了，我对你是一片赤诚啊。郭林，你真当我老糊涂了吗？这种事儿，只要我报警，调取你和你所有家属的银行流水，那些钱进了谁的口袋，查起来轻而易举。你现在还能坐在这儿跟我狡辩，仅仅是因为我还念着那点旧情。婷婷，这事交给你去办吧。我老了，心也软了，有些事情我确实不擅长处理了。郑哥，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不能走啊！郭林、赵爱，从现在起，你们正式被停职调查，公司将根据后续证据，保留起诉你们的全部权利。准备律师吧。喂，110吗？我司发现重大职务侵占和售后贿赂证据，请求出警。地址是郑婷婷，你凭什么锁门？我的私人物品还在里面，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郑婷婷，赵主管，省省吧，想销毁证据也不用表现得这么明目张胆。你这是非法限制，我有私人财物在里面。
里面所有的东西现在都已经打上了警方的封票，哪怕是一张废纸，你现在敢碰一下，就是毁灭证据。郭经理，你说话啊！别找了，郭林早就灰溜溜的跑了。2号全体人员紧急召开全体员工大会，15分钟后，大会议室所有人不得缺席。现在通报一项人事决定：人事部经理郭林、主管赵爱因涉嫌严重违规收受贿赂、挪用公款，现正式予以开除处位，公司将追究其法律责任。另外，我宣布，今后公司的全部事务由郑婷婷全权负责，各个部门的所有工作只需要向她一人汇报。稍后，公司会下达正式任命文件。虽说不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至少这间公司里努力工作的年轻人，再也不用像狗一样去求一张实习证明。请坐。具体的工作安排，以后我会各部门逐一沟通。今天我只向大家宣布2件事。第一，从今往后，各位在职场中遇到任何人为阻力，无论是来自内部领导的打压、同事的排挤，还是外部甲方的刁难，你们都可以私邮件给我。这个邮箱只有我一个人有权限查看，我不希望在我的公司里再出现第2个赵爱。第2点，今后的薪酬等级和绩效考核标准将全公司公开透明。虽然具体金额涉及隐私不会公示，但我能保证绩效聘定的红头文件将有据可查。我在这里向所有人保证，绝对不会对任何人实行双重标准。我不想一上来就给大家立什么教条式的规矩。现在宣布一项紧急人事代理，即刻起，业务1部的工作由2部赵主管暂时监管。江源主管，等下直接来办公室找我。看见没？江主管肯定是要升职了，毕竟他当初可是亲手带郑总的师傅，这情分谁比得了？幸好咱们平时跟着江主管干活没摆什么架子，不然今天郑总一上位，第一个开刀的估计就是咱们。行了，少嚼舌根了，赶紧回工位。赵主管，接下来1部那边要辛苦你了。郑总，你跟我交个底，江源到底是什么情况？他长期和人事部勾结，非法篡改绩效，中饱私囊。这件事儿我也是刚刚才拿到确凿证据。难怪，以前公司的绩效一直属于薪资加密部分，除了老板、人事部和出纳，每个人的账户都是独立的，只有本人知道。我带着2部的人拼了命的抢单，拿下1000万合同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的绩效是全公司最高的。我还觉得老板待我不薄，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婷婷来了，正好。江源正跟我说你实习时候表现不错。江主管，寒暄的话留着以后说，现在解释一下这上面的数字吧。郑总，对不起。这是什么？最高绩效，最高奖金。江源，你这些年就是这么辅佐我的。1年前，我去人事部申请公章，偶然发现公章竟然锁在郭林的私人办公室里。按照公司规定，公章由赵爱在柜台保管，非特殊审批不得代理。我起了疑心，私下悄悄观察了几次，果然我发现他们一直在利用那个公章，私下给外部人员盖章牟利。所以你就利用这个把柄威胁他们，让他们把原本属于大家的绩效和奖金全部挪到你一个人的口袋里。我是既得利益者，做了这种事儿，再怎么狡辩也是无益的。这笔账怎么算我都认。公司如果想要追回全部损失，或者直接对我提起刑事诉讼，我全部认栽。他可是跟了爸爸快20年的老人，不求饶不狡辩，他在打什么主意？江源，我记得你的家庭条件一直很稳定，你老婆是高级会计师，你这些年的薪水也从没少过，你怎么就做这种事儿？利欲熏心吧，郑总，具体的动机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谁会嫌弃钱多呢？更何况郭林那天把2部赵主管的工资单甩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心态崩了。他明明比我晚入行这么多年，就因为带出了个爆款项目，奖金加绩效到手竟然比我这个老人多出1半。我没把持住，那一次伸手之后，就再也回不了头了。郑总，是我对不起你。你走吧。郑哥，你是说你自己写份离职报告走人？之前那些账我不再追究，也不会报警，但从今往后别再让我看见你，更别在这一行让我听到你的名字。不予追销，不打算报警。爸爸终究还是给这位跟了他20年的老部下留了最后一层体面。这个结果我早就料到了。爸爸这辈子最重情，即便被背叛，他也做不出亲手把20年的老兄弟送进大牢的事儿。郑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我以为我死定了，我孩子刚上小学，我要是进去了，出来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差点毁了他的家。调查结果出来了，郭林、赵爱，你们2个还真是让公司刮目相看。50多万，这只是目前能查到的现金流。你们不仅私盖公章卖证明，还挪用公款收受雅方贿赂。被告人郭林、赵爱因触犯挪用公款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处被告人郭林有期徒刑3年，判处被告人赵爱有期徒刑3年，并没收其部分非法所得财产，没收非法伐物。阳光照在身上，原来真的可以没有一点暖意。这层玻璃隔开的不只是噪音，还有爸爸坚守了30年的那些所谓交情。3天前，江源走了，钱我交给了财务，用来冲抵这几年公司被他们掏空的损失。至于这3个字，再也不必看了。郑总，10点的高管会议还有5分钟开始，参会人员已经全部到齐了。知道了。昨晚对着镜子练了无数次的开场白，绝对不能在这儿掉链子。各位早上好，今天是我上任后的第1次高管会议，时间宝贵，我只宣布3个议题。第一，通报郭林和赵爱案件的最终调查及判决结果。第二，讨论人事部的彻底重组方案。第三，审议全新的绩效考核制度，以此杜绝利益输送。郑总，郭林和赵爱的事儿该判的也判了，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事儿就算翻篇了。至于什么重组和新绩效，我觉得没必要这么着急。咱们公司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这叫稳定。你刚上来就要改弦易毒，搞这种大动作，很容易出乱子，到时候业务受损，这责任谁来担？是啊，王总说的对，现在正是季度冲刺，业务忙得脚不沾地。要是这时候大改制度，肯定会寒了老员工的心。人事部缺人，那还不简单？外面多的是猎头，随便招2个有经验的顶上就行了，真没必要这么大动干戈。王总说的对，现在公司的业务这么忙，要是这时候大改制度，肯定会影响大家的积极性。绩效考核这种事儿，一直都是人事部关起门来负责的，咱们业务部门也不好插手。既然郭林走了，等新的人事经理到任，摸清了情况再说也不迟嘛，急什么？王总监，还有各位，既然你们都觉得公司这么多年挺好的，那我倒想请问你，既然制度没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郭林和赵爱这种趴在公司血管上吸血的蛀虫？为什么江源这种只会搞关系的人能连续1年拿到全公司最高的 S 级绩效，而那个拿下1000万大单给公司挣回真金白银的赵主管，却只能委屈的拿个中等评价？为什么连区区一个实习证明都能被人当成敛财的工具？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人事部3个月就能靠卖证明赚了将近20万，这些钱到底流进了谁的口袋？你们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些根源问题不彻底解决，今天走了一个郭林，明天还会冒出无数个李林、张林。只要地基是烂的，这栋楼迟早会塌。这是我亲自整理的近3年公司全员绩效数据和人事任免记录，各位都是公司的老臣，不妨看看这到底叫不叫稳定。这3年，人事部提拔了23个主管，其中18个是郭林的亲戚或者老乡。你们引以为傲的业务部，60%的绩效奖金全部流向了江源那组。讽刺的是，
他们创造的业绩竟然还不到公司总产值的30%，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老兄弟打下来的天下？这不可能！这些数据，这种绝密的东西，你一个新来的是从哪里弄到的？这是伪造，是诬陷，是从财务室的老底和系统后台弄出来的。我已经请技术部恢复了所有被某些人恶意删除的数据。王总监，既然你这么看重老交情，不如也解释一下，你市场部去年的年终奖发放额度为什么比你上报给财务的整整多了8万块？这多出来的8万块，到底进了谁的口袋？我想王总监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吧。新的绩效考核制度已经由我和业务2部赵主管以及财务总监联合审定。从下月1号起，全员绩效与业绩硬性挂钩，数据实时更新，所有人都能在系统后台查到自己的评分依据。人事部原地解散重组，新经理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所有主管岗位竞争上岗，公司不养闲人。郑婷婷，你别太过分了！你才来公司几天，你懂个屁的管理！要不是靠着你爸，你现在还只是个跪在地上求我们盖章的实习生。这公司是我们这些老兄弟跟着你爸拿命打下来的江山。你一个黄毛丫头，轮不到你在这指手画脚。王磊，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老郑，你怎么过来了？我没那个意思，我是觉得婷婷毕竟太年轻，做事太冲动，我这不是怕她把公司搞垮了，心急嘛。这家公司是我的，也是婷婷的。我把公司交给她，是因为我相信她的能力。谁要是觉得不服，或者觉得这庙太小，容不下你，现在就可以提交辞职报告，我绝不挽留。既然大家没意见，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所有议题按照我刚才说的执行，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来办公室找我。散会。老郑，我跟了你20年，真的没想到最后会是这样一个场面。王磊，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但婷婷说的对，公司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郭林的事儿给了我们一个教训，要是再不改，这20年的心血迟早要毁在咱们手里。你是公司的老人，我希望你能支持婷婷，也支持我。我知道了，我会配合她的工作。累了吧？爸，我感觉浑身的力气刚才一瞬间都被抽干了。我早就跟你说过，管理公司不是坐在主位上就能办成的。这帮老员工一个个都是修炼成精的老油条，没点真本事，他们绝不会轻易服你这个黄毛丫头。我知道，但我不能放弃。如果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我怎么对得起你给我的机会，又怎么对得起那些真正在干活的员工？好样的，不愧是我老郑的女儿。不过你要记住，做事不能一味求快求狠，要懂得刚柔并济。王磊他们虽然脾气倔好面子，但对公司的根基还是忠心的。只要你能引导好，他们就是你最硬的左膀右臂。我知道了，爸。对了，江源那边你最近有没有他的消息？他走的那天起就彻底消失了，没联系过我。怎么，你还在心疼那个背叛者？没什么，就是觉得可惜。他在业务上一手带大我，确实是个极有能力的人。要是当初没走错路，将来在公司肯定能成大器。能力再强，心术不正也是白搭。婷婷，在商场上，这种人是最危险的炸弹。行了，别再想他了，好好处理公司的事儿。我相信你的判断。这乌云密布的天也该变一变了。这几个岗位涉及郭林案的违规提拔，从今天起你们被解雇了。空出的主管席位全部公开竞聘，只要你有能力，明天你就是组长。新的考核制度，只看数据，多劳多得，不养闲人。这回是真的要凭本事吃饭了。你们在关键时刻守住了底线，现在去你们向往的业务部好好干，这是你们凭本事赢回来的机会。郑总，鼎盛集团那边刚发来了正式律师函。鼎盛，那是咱们最大的客户，出什么事儿了？他们说我们严重违约，要求立刻解除所有合同。不仅如此，还要我们赔偿整整500万的违约金。鼎盛集团那是我们公司整整5年的衣食副主，每年的利润超过1000万。如果这根柱子倒了，公司就彻底空了。
没有按时交付，产品质量严重不合格，这怎么可能？我们合作了5年，从来没出过这种低级错误。鼎盛的项目一直都是江源在亲手抓。上个月他走的时候，我亲眼盯着他把所有流程交接给了赵主管。产品上周不是已经顺利发出去了吗？哪来的质量问题？我也想不通，我只知道刚才鼎盛的董事长电话都打爆了，语气非常差。赵主管已经在半小时前带人去仓库回溯流量了。郑总，出大事了！出大事了！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刚才查了仓库的备货记录和物流单据，上周发给鼎盛的那批货根本就不是咱们生产线出来的东西，是郭林和江源这2个。他们在背地里私自伪造了生产指令，瞒着所有人从外面找了一家没资质的小工厂代工。鼎盛那边刚发来的抽检报告显示，那批货的合格率竟然不到30%，全是劣质废品。代工？怎么会这样？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必须由本公司原厂生产，他们到底哪来的胆子敢找外包？郑总，我刚刚仔细核对了原始档案，这份跟鼎盛签的合同被郭毅动了手脚，而且交货时间也被提前了1个月。郭林当时故意卡着生产进度，导致我们根本来不及自产，只能顺理成章地动用那个代工陷阱。郭林这个混蛋，他为了那点回扣，竟然连这种卖命的合同都敢篡改。现在鼎盛要解约加500万赔偿，一旦这个消息传出去，公司的信用就彻底崩了，资金链马上就会断。郑总，还有更糟的，除了鼎盛，刚才又有3家大客户发来了类似的律师函，全是郭林之前经手的合同，同样的外包漏洞，同样的质量投诉。如果他们同时起诉，我们至少要赔付整整2000万。2000万，这哪是赔偿金？这是2000万颗钉子，要把爸爸30年的心血彻底钉死在耻辱柱上。我爸这几年为了扩大规模，把大部分资金都砸进了那条新的生产线里，账上只有不到1000万。郑总，你先别慌，事情还没到绝路，咱们和鼎盛合作了5年，还有情分在。我们现在马上准备材料去和鼎盛董事长面谈，或许可以商量一下和解方案。情分？赵主管，你还没看明白吗？产品质量不合格是铁证，合同违约是事实。商场如战场，他们既然发了律师函，就是铁了心要吞掉我们，我们一点胜算都没有。喂，是郑婷婷吗？江源？是我。鼎盛索赔的事我听说了，我现在就在公司大楼底下，能不能上去找你谈谈？好，我在办公室等你。江源？他怎么会打电话给你？我不知道，但咱们现在已经掉进深渊了。先看看他手里到底握着的是石头还是绳子。坐吧。这里面是郭林鼎盛集团采购部经理内外勾结的铁证，他们收了鼎盛那边的好处，不仅联手篡改了合同条款，还把原本由咱们原厂生产的产品偷偷外包给了一家毫无资质的黑作坊小工厂。那一单，他们从中捞了整整100万的回扣。小陈，马上插到电脑上，逐一核对。郑总，证据确凿，转账时间、公章编号全部违和。这种东西是郭林的保命符，你怎么会有？因为我从1年前就开始盯着郭林了，一开始发现他在外面搞这些小动作，我想的是拿这些把柄去要挟他，让他给我批最高的绩效，让我拿最多的奖金。可后来我发现他已经疯了，他竟然连鼎盛这种核心大客户的合同都敢动。我当时劝过他，我说这不仅是违规，这是在玩火自焚，太危险了。哼，他怎么说？他不听，他拍着胸口跟我叫嚣，说就算出了事也有他这个经理顶着，跟我没关系。他那个时候眼里只有那1000万的回扣，根本看不见深渊。既然你1年前就知道了，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要是你早点把这些证据拿出来，公司就不会陷入这种绝境，更不会有今天这种灭顶之灾。我不敢，我也在那份绩效名单里，我也是既得利益者，我怕我说出来自己也会被牵连进去。更何况我也对不起你，对不起郑总。我走了以后每天都在后悔，我一直在想，要是当初我没有被利益冲昏头脑，要是早点举报郭林，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昨天我听说鼎盛正式起诉公司，我知道我不能再躲下去了。如果我今天不来，
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恨他吗？我当然恨。要不是他当初和郭林勾结，公司何至于被这几个蛀虫掏空到这种地步？可现在，他竟然是唯一一个带着救命稻草回来的人。这些证据真的有用吗？有用。鼎盛的采购经理收受贿赂已经是事实，这意味着他们签合同的时候存在恶意欺诈。这种合同，我们可以申请撤销。我们可以直接拿着这些东西去找鼎盛的董事长，跟他谈和解。董事长是个聪明人，他绝不会为了一个贪污的采购经理去毁掉一个合作了整整5年、配合度极高的老供应商。只要和解，危机就能解除。那另外那3家呢？如果是联动起诉，500万加1500万，公司倾家荡产也赔不起。他们的情况和鼎盛如出一辙，全是郭林私下和对方的负责人勾结，通过回扣和代工搞的鬼。这第2个 U 盘里是那3家公司负责人的违规证据，只要咱们拿着这些东西私下找那几家公司谈，为了保住自己的负责人不吃牢饭，他们绝对会立刻撤诉，乖乖坐下来谈和解。谢谢你，江源。不用谢我，这本来就是我欠公司欠你们父女的，要不是我当初鬼迷心窍，事情根本不会烂到这种地步。你怎么在这儿？郑总，对不起，我错了。我知道我现在做什么都抵不了债，但我只求能让我弥补我的过错。这些证据全是你一个人收集的？是，我知道这远不足以抵消我摊下的那37万，更不能抵消我对您的背叛。但我真的希望公司能度过这次难关。鼎盛的事儿，我刚才已经通过渠道知道了。就在刚才，鼎盛的董事长亲自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他已经查清了采购经理私相回扣的勾当，人已经当场开除了。鼎盛愿意不撤诉，继续跟咱们合作。不过，那批抽检合格率不到30%的废品，咱们必须全部召回。不仅要召回，还要加班加点重新生产，产生的所有损失由我们公司一力承担。太好了，只要不解约，赔点钱咱们能挺住。爸，那另外那3家呢？他们也陆陆续续给我通了气儿，态度跟鼎盛大同小异。江源，你这次冒死送来这些证据是立了大功。说吧，你想要什么补偿？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答应你。我什么都不要，我回来只是为了弥补。郑总，我知道自己干的那些事儿根本没脸再留在公司了。等这次召回的项目彻底结案，我就会离开这座城市，再也不会回来，不拖累公司，也让自己彻底反省。江源，其实我一直都很看好你，你有业务能力，也有管理的头脑。你啊，就是一时糊涂，被贪念拽错了路。人非圣贤，谁这辈子不栽几个跟头？只要你能真心改过自新，就一定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郑总，您是说？我给你一个机会，召回和重新生产的事你最熟悉业务，由你全权负责。要是你能把这块烂摊子给我彻底办好，之前那些混账事儿，我可以既往不咎。郑总，您真的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种背叛过您的人，您还愿意信我？哼！不过丑话说在前面，你要是再敢给我动一丁点歪心思，或者再犯一点错，我保证我绝对不会再饶你。我不会的，我绝对不会再犯了。谢谢您，郑总，谢谢您，我一定拼了这条命好好干，绝不辜负您的信任。爸爸说的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最黑暗的时候，给一个真心悔改的人一束光，他能爆发出来的能量比任何人都强。这次是我们的错，请再给咱们一次证明的机会。爸，您说真的？鼎盛不仅不追责，还要跟咱们续签3年的战略合作合同。各位同事，这个月咱们打了一场死里逃生的硬仗，公司能度过这次危机，守住这块江山，离不开在座每一位同事的拼命努力。特别是江源，他这1个月没日没夜地守在工厂，亲手把质量关，功不可没。我在此正式宣布，从今天起恢复江源业务一部主管的职务，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像以前一样继续支持他的工作。爸，谢谢你。
谢谢你刚才给师傅留了面子，也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挺我。傻孩子，谢我干什么？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要不是你顶着压力坚持改革，要把人事部那个烂疮挑破，要不是你在2000万索赔面前还有勇气去面对困难，这公司恐怕早就被郭林那帮人拖进深渊了。爸，其实我一开始真的很害怕，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我怕我做不好，怕我那些所谓改革的新念头只是纸上谈兵。我最怕的是万一我搞砸了，会亲手把你这辈子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给毁了。傻孩子，我怎么会不知道你害怕？但你做得很好，真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出色。婷婷啊，你也长大了，爸爸老了，精力跟不上了，以后这间公司就正式交到你手里了。我相信你一定能挑起这副担子，把它经营得比我那时候更好。爸，你放心吧，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经营咱们的公司，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走吧，回家。忙了1个月了，你妈还在家等着给咱们张罗夜宵呢，再不回去，她该急了。这3个月来，新的考核制度像是一台精密过滤器，滤掉了那些混日子的沙子。现在公司的氛围，每一个角落都透着拼劲。郑总，您的私人快递，寄件人是某大。实习证明。3个月前，我还在为了求一张纸跑断腿。现在，我拿着这张纸，成了决定几百号人前途的 CEO。人生真的充满了惊喜，那些曾经让我痛苦不堪的刁难，原来只是为了把磨成最锋利的刀。这些经历，才是我最好的毕业礼。